稻盛和夫，中年人的穷是被一条公式锁死的。先说答案，中年人的穷，表面看是钱的匮乏，本质上是认知的匮乏。日本经营之圣稻盛和夫，用一生验证过一个公式：人生工作的结果等于思维方式乘以热情乘以能力。注意，是乘法，不是加法。热情100分，能力100分。只要思维方式是负的，你所有的努力都会变成负数。年纪越大，越要明白一个道理：财富是认知的副产品，你永远赚不到认知以外的钱，就算凭运气赚到了，也会凭实力亏光。这句话扎心，但真实。为什么今天要谈这个话题？因为太多中年人正在经历一场无声的窒息。白天，你在公司忙得脚不沾地，报表、会议、邮件、应酬，好像每件事都离不开你，又好像每件事都没什么意义。晚上，你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家，孩子在写作业，老人在看电视，你瘫在沙发上，拿起手机，刷到同龄人创业成功的消息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然后默默放下手机，告诉自己睡吧，明天还要上班。月底一算账，房贷、车贷、孩子的补习费、父母的药费，一笔一笔压过来，压得人喘不过气。你也不是不努力，你不敢请假，不敢生病，不敢辞职，可为什么一年到头还是两手空空？更绝望的是，你发现自己陷入了一个死循环，越忙越穷，越穷越忙。白天被琐事追着跑，晚上想搞点副业，副业没瘾，睡眠倒没了，头发越来越少，存款原地踏步，体重一路飙升，焦虑与日俱增。美国畅销书《富爸爸穷爸爸》里有个词精准地描述了这种状态：老鼠赛跑，小白鼠踩在滚轮上拼命地跑，跑得越快，轮子转得越快。他以为自己一直在前进，其实一直待在原地。这像不像每一个拼命奔跑的你？唯一不同的是，老鼠不会焦虑，而我们会在深夜失眠，会在车里独坐，会在卫生间里对着镜子发呆，然后第二天继续坐进那座名叫生活的滚轮。稻盛和夫说过一句话，值得每个深陷老鼠赛跑的人读上10遍：心不换物，物不至。你内心没有真正渴望的东西，它永远不会来到你身边。他生长于战乱，身患重病，白手起家，一生创立了2家世界500强企业。晚年用1年多时间救活了一家濒临破产的巨型航空公司。这样的人讲财富，讲的不是术，而是道。他的道朴素得惊人，无非是思维方式、热情、能力，无非是长期主义、有效精进、利他之心。今天我们不谈理论，只顺着稻盛和夫的人生轨迹，一层一层拆开看，看看困住我们的到底是什么。先说第一个层面，也是决定生死的层面。思维方式，穷人思维的第一种毒是怨天尤人。很多人把穷归咎于外部，行业不行，公司不行，老板不行，大环境不行，反正千错万错，不是我的错。稻盛和夫年轻的时候比我们大多数人惨多了。1932年，他出生在日本鹿儿岛，家里开印刷厂，战时被炸得精光。他从小体弱多病，初中升学考试落榜，还染上了肺结核。那个年代，肺结核是会死人的病。他的2个叔叔和1位婶婶都死于肺结核。躺在病榻上，稻盛和夫第一次体会到什么叫绝望。体温忽高忽低，身体越来越虚弱，他觉得死亡随时会来敲门，自己却什么都做不了。好不容易熬过病魔，考上大学，毕业那年又赶上战后经济萧条，日本遍地是失业的年轻人，他投了几十份简历，处处碰壁，最后靠大学老师的介绍才进了一家做绝缘瓷瓶的小工厂。
京都松风工业。这家工厂有多惨，濒临倒闭，工资都发不出来。稻盛和夫报道第一天，厂里就拖欠了1个月工资，和他同期进去的同事一个个觉得前途无望，接二连三辞职跑了。最后一起进厂的人全走光了，空荡荡的实验室里只剩下他一个人。他也想过跑。有一天，他考上了自卫队干部候补学校，只要家里人把户口簿寄过来，他就能离开这个鬼地方。他兴冲冲地写信回家，等了几天，户口簿没等来，等来哥哥的一顿臭骂。哥哥在信里骂他：你一个大学毕业生，全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，你跑到快倒闭的小厂里，没待几天就想跑，这点苦都吃不了，你还能干什么？这顿骂像一盆冷水，把稻盛和夫浇醒了。他在心里做了一个决定，既然走不了，那就留下来，好好干一场。他把自己关进实验室，把锅碗瓢盆全搬了进去。当时的课题是研发美橄榄石陶瓷，这玩意儿需要用高温烧结，当时在日本是个世界级难题，学术界的权威们都卡在这一关。稻盛和夫一个外行，没有设备，没有资金，没有资料，他唯一能靠的只有自己的时间和意志。白天实验，晚上看书，1次失败，2次失败，10次失败，100次失败。同事们背后叫他疯子，没人相信他能成功，可他就是不停手。最后一次，当他把样品举到眼前，对着光看了许久，确认那就是美橄榄石的时候，整个人瘫在地上，泪流满面。这是日本第一，也是世界领先。那一年他24岁。这段经历后来被稻盛和夫反复提起。他说，人生的转折发生在我下定决心不再抱怨的那一刻。这句话值得每一个人抄下来。我们身边有多少中年人一辈子都在换环境，这家公司不行，跳槽，这个行业不行，转行，这个城市不行，换城市，换了一圈，回到原点，自己还是那个自己，穷还是那个穷。为什么？因为真正的问题从来不在环境，而在你脑子里那套思维。你带着一套旧地图，到哪里都找不到新大陆。稻盛和夫在快倒闭的工厂里能做出世界领先的发明。我们坐在办公室里，吹着空调，拿着工资，却天天抱怨命运不公，摆在一起看，扎心不扎心。再讲一个最常见的场景，同学聚会，你发现当年成绩不如你的人，如今混得风生水起。有人开了公司，有人成了高管，有人靠理财实现了被动收入，而你还在为几千块的奖金拼死拼活。饭桌上，你把这些归结为命，觉得人家运气好，赶上了风口，抱上了大腿。可你没有想过，在过去的10年里，人家把抱怨的时间用来学习，把刷手机的时间用来社交，把原地踏步的力气用来向上攀爬。而你一边抱怨命运不公，一边拒绝改变。有一个读者留言说，自己40岁被裁员，投了2个月简历，石沉大海。他觉得社会不公，年龄歧视。我问他，你过去10年除了上班，有没有认真学过一样新东西？他沉默很久，回了一句，一直在加班，哪有时间？答案就在这里。10年的加班没有形成任何积累，真正让他被裁的不是年龄，而是10年里那个没有进化的自己。思维方式是负数的时候，能力越强，热情越高，破坏力越大。南辕北辙的马跑得越快，离目的地越远。记住这句话，思维方式是负数时，你越努力，离钱越远。你以为换个地方叫重生，其实换个地方叫重蹈覆辙。第二个层面叫长期主义。穷人思维的第二种毒是急功近利。现在的中年人最大的问题不是不努力，而是太急，急着要结果，
急着要回报，急着要翻身。做3天副业没看到收入，就觉得自己被割了韭菜。读2页书就开始犯困，就宣布读书无用。买基金股票，3天不涨就红眼。发短视频1个月没粉丝，就断定自己不是这块料。我们好像失去了等待的能力，每一份投入都要求立竿见影，每一个动作都要求马上变现。这种思维让多少人沦为镰刀下的韭菜。那些收割你的人最擅长的就是利用你的急，今天投钱，明天翻倍，躺赚，暴富，财务自由。你一听眼冒金光，脑子一热，结果呢，本金没了，日子更苦了。更要命的是，你在一次次快钱陷阱里耗光了心力，磨光了耐心，最后连一件正经事都坚持不下来。这个时代，越是穷越容易焦虑，越焦虑越容易病急乱投医，越乱投医就越穷。这是一个死结。回头看稻盛和夫，他是怎么走出死结的。在松风工业那几年，同事们跑光了，他反而沉下了心。没有设备，他自己改造旧设备；没有技术，他到处买书自学；没有帮手，他干脆住在实验室。每天除了吃饭睡觉，就是守着窑炉，盯着温度。一次失败，再一次失败。他记不清失败了多少次，只记得每一次失败过后，都会在笔记上写下新的思路。他后来说，那段日子，自己就像一个伏在陶瓷堆里的疯子，满脑子只有一件事，怎么把这个东西做出来。听起来是不是很傻？在快倒闭的破厂里，研究一个世界级难题，没人给报酬，没人给掌声，这不是浪费生命吗？但恰恰是这份傻，让他掌握了核心技术。多年以后，这项技术成了他创办京瓷的底牌。1959年，27岁的稻盛和夫带着8个兄弟创立了京瓷，起步资本只有300万日元，租了一个破仓库当厂房。谁也没想到，这个手工作坊式的破公司，后来长成了世界500强。稻盛和夫自己说，京瓷不是一天建成的，它是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。就像那个美橄榄石的故事，永远写在京瓷的基因里。这就是长期主义的复利效应。心理学上有个著名的实验，叫棉花糖实验。研究者找来一群孩子，让他们单独待在一个房间，每个孩子面前放着一颗棉花糖。规则很简单，你可以马上吃掉它，也可以忍住不吃，等15分钟，等够15分钟，你会再得到一颗作为奖励。研究者把孩子的选择记下来，然后追踪了几十年，结果发现，那些能忍住不吃，成功等到第2颗棉花糖的孩子，成年后在学业、事业、健康上的表现，普遍好于那些马上吃掉的孩子。这个实验想说什么？说的是延迟满足的能力。富人思维和穷人思维最大的分水岭，不在银行卡余额，而在你能不能为了更大的回报，忍住眼前的诱惑。穷人思维是，今天种下一粒种子，明天就想挖出来看看。富人思维是，种下一棵树，浇水10年，静待花开。稻盛和夫还说过一句话，我不看好聪明人，因为聪明人总想走捷径。他偏爱那些认真执着的笨人，因为笨人愿意下笨功夫，愿意在无人问津的时候守得住。10000小时定律也是这个道理。不是说你坚持了1万小时就能成为专家，而是你在一个方向上持续输入，持续优化，才能积累起别人拿不走的护城河。可惜，多数人不是没有1万小时，而是把1万小时拆成了100个方向，每个方向只投入100小时，浅尝辄止，朝三暮四，最后样样通，样样松。亚马逊的飞轮效应也是一样的道理。飞轮刚启动的时候特别费劲，你要用尽全身力气，推1下，推2下，推10下，它都纹丝不动。但只要你坚持推，推够100下、200下，飞轮就开始自己转起来了。
而且越赚越快，越赚越省力。很多中年人做事就像推飞轮的人，推了2下没见动静就撒手了，然后换一个方向重新推另一个飞轮，推了2下又撒手，最后遍地都是他推过的飞轮，没有一个转起来。这个时代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，今天的热门行业明天可能成了夕阳产业，今天你掌握的技术5年后可能完全过时，能力会贬值，技能会折旧，行业会洗牌。那什么最值钱？是持续学习的能力，是深耕一个领域的定力，是每天进步一点点，坚持10年的耐性。复利的本质是什么？你选对一个方向，然后让时间替你放大。穷人总想一夜暴富，富人则愿意等待时间发酵。所谓捷径，其实往往是最远的路。真正的高手都是长期主义者，沉住气，稳住脚，在一个方向上熬过漫长的黑夜，等到黎明的光打在你脸上。记住这句话，慢就是快，少就是多。不是时代抛弃了你，是你自己先放弃了复利。第3个层面叫有效精进。穷人思维的第3种毒是无效重复。很多人委屈地说，我已经很努力了，每天加班到10点，周末还要陪孩子上课，晚上回家还要处理工作，好不容易睡着，梦里都在改方案，可为什么还是没攒下钱？问题出在哪里？稻盛和夫的答案可能有些扎心。你所谓的努力很可能只是机械的重复，你只是在用战术上的勤奋掩盖战略上的懒惰。怎么理解这句话？我们来看一场震惊世界的拯救行动。2010年1月，日本最大的航空公司之一日航宣布破产，负债 2.3 万亿日元，创下当时日本企业破产记录。消息传来，整个日本都懵了。日航怎么了？缺飞机吗？不缺。缺航线吗？不缺。缺客户吗？也不缺。真正缺的是什么呢？是心气。当时的日航官僚主义横行，人浮于事，管理层高高在上，员工混日子，每个人只关心自己的部门利益，自己的工资待遇，没人在乎乘客的感受，没人在乎公司的死活。一家老牌企业就这么慢慢病入膏肓。当时的日本首相2次登门，请78岁的稻盛和夫出山，身边人纷纷劝阻，你从来没碰过航空业，这么大岁数了，万一晚节不保怎么办？稻盛和夫考虑了许久，最终答应了。但他提了一个特别的条件，我不要1分钱薪水，我只带一样东西进日航，经营哲学。到日航之后，稻盛和夫根本没有搞什么资本运作，没有换高管，没有大规模裁员，他只做了一件事，改造人的思维方式。他把敬天爱人的哲学带进了日航，他把组织拆分成一个个小团队，独立核算，这就是著名的阿米巴经营。每个小团队都像一家小公司，每个员工都要算清楚，我今天有没有创造价值。空乘人员开始重新思考，我该怎么让乘客感到温暖。机务人员开始主动核算，这个零件能不能省下成本。管理人员开始走出办公室，下到一线去听炮火。满头白发的老人站在几百名干部面前，一遍一遍地讲，作为人，何谓正确？有人打瞌睡，有人不以为意，他不管，他一遍一遍地讲，用真心换真心。几个月后，日航的气象变了。1年之后，奇迹出现了，日航从巨亏变成巨盈，盈利1884亿日元，创下日航历史记录，也是当年全球航空公司中最高的利润。一个78岁的老人，没带1分钱，没带一个人，硬是把一个濒死的巨无霸救活了。靠的是什么？靠的是一套思维方式。他曾经说过，拯救日航不是我一个人的功劳，我只是把每一个日航人心里的火种重新点燃了。
你看，思维方式一换，天地就宽了。这个故事对中年人的启示太大了。还记得那句扎心的话吗？你不是有10年经验，你只是一个经验用了10年。很多人说自己在行业里深耕了10年，仔细一算，第1年学会了流程，然后重复了9年，每天做的事情一模一样，做完就交差，交差就下班，从不复盘，从不优化，从不思考能不能做得更好，这叫无效重复。无效重复的本质不是积累，而是磨损。技能在磨损，竞争力在磨损，价值在磨损。10年下来，不仅没长成专家，反而越来越像工具。为什么中年危机裁的总是中年人？因为很多中年人工资比新人高2倍，产出的价值却和新人差不多。如果你是老板，你也会犹豫，什么是有效精进？同样是做一件事，今天比昨天多反思一步，这个月比上个月多掌握一项技能，今年比去年更值钱。稻盛和夫一生都在做这件事。他有个雷打不动的习惯，每天睡前反问自己，今天有没有让人感到不愉快？今天有没有表现得傲慢？今天有没有哪里可以做得更好？然后写下答案，第2天改进。到了晚年，他已经贵为经营之圣，依然每天打磨自己。而我们呢？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，上班摸鱼，下班躺平，得过且过，随遇而安。讲一个普通人的故事。杭州有个快递员叫李庆恒，95后，学历不高，起先就是送快递的。但他没有把这份工作当成简单的体力活，他每天背全国各地的邮编，背航空代码，背城市简称。为了练好分拣速度，他反复训练，手磨出了茧子。后来他在省级职业技能竞赛中拿了第1名，被杭州市评为高层次人才，获得了整整100万的购房补贴。你看，同样是送快递，有人送成了工具，有人送成了人才，差别在哪儿？就在精进2个字。把1年的经验用10年，叫经历；把10年的经验变成能力，叫阅历。经历不值钱，阅历才值钱。只有不断反思、不断更新的阅历，才是对抗年龄的唯一武器。有一段话特别扎心：40岁以后，你会发现人生开始做减法。那些混日子的人，日子会反过来混你；那些不进化的人，迟早会被淘汰。不是你不行，是你停止前进了。记住这句话，没有精进的重复，是人生的折旧，只有复盘的坚持，才是资产的增值。第4个层面是心性，是格局。穷人思维的第4种毒是自私短视。说到这儿，有人会问，思维方式、长期主义、有效精进，这不都是术吗？术可以学，但决定一个人能走多远的，从来不是术，而是道。稻盛和夫的道叫利他之心。什么叫利他之心？用大白话说，就是你做事的时候，心里装着别人，还是只装着自己。稻盛和夫一生有2次重要的创业，第1次是京瓷，为了技术，为了活下去；第2次是进军通信行业。当时日本的通信市场被一家巨头垄断，日本的通信资费高得离谱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稻盛和夫觉得，如果自己入局，就能打破垄断，把话费降下来，让普通老百姓真正受益。但通信行业是什么概念？投资巨大，风险极高，一个决策失误就可能把整个京瓷拖下水。稻盛和夫没有拍脑袋，他做了一个让所有人都意外的决定。他给自己定了一条规定，在做这个抉择之前，每天晚上临睡前都要反问自己，我想创办第2电电，是不是动机至善，私心了无？我参与通信事业是为了抬高自己，还是为了让老百姓用上便宜的通信？
这个拷问持续了整整3个月，整整3个月，他每天都问自己同样的问题，直到有一天，他确认自己的动机纯粹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，才正式决定入局。后来的结果，大家有目共睹。第二电电一路做大，成为日本通信行业的重要力量，也真正拉低了日本的通信资费。更难得的是，稻盛和夫从不贪恋财富，他把京瓷的部分股份赠予了员工，晚年拯救日航。他坚持不裁1名员工，还主动放弃薪水。他办企业的理念从头到尾只有一句话：让全体员工获得物质和精神2方面的幸福。你发现没有？这个人做事的底层逻辑从头到尾都是利他。管理学家吉姆·柯林斯写过一本经典著作《从优秀到卓越》，他带领团队研究了10几家实现卓越跨越的公司，想找出他们成功的共同密码。最后得出的结论让所有人意外，这些公司共同的秘密不是战略多高明，不是技术多领先，而是他们都有一位第5级领导者。什么是第5级领导者？就是把谦逊的品格和坚定的意志融合在一个人身上。他们从不炫耀自己的功劳，总是把功劳归于团队。他们为人低调，甚至有些内敛，不爱张扬。但正是这些人带着企业穿越了周期。为什么？因为长期赢得信任的永远是人品。稻盛和夫一辈子都在践行这个道理。他说过一句话：能力是上天赐予的，是用来为世人服务的，不是拿来炫耀自己威风的。能力越大的人，越要有一颗谦卑的心。反过来，我们看看身边那些心术不正的人，小聪明是有，小能力也有，但整天想的都是走歪门邪道赚快钱，坑客户，骗朋友，耍手段。一时之间好像赚到了，时间一长呢，名声臭了，路也断了，德不配位，必有灾殃。这句话不是玄学，是现实逻辑。一个人做事的动机不纯粹，总会露出破绽。一个人做人没有底线，迟早要付出代价。而且能力越强的人，一旦心术不正，造成的破坏力就越大。稻盛和夫为什么要强调利他？因为他太明白了，利他才是最好的利己。你把别人的问题解决了，钱自然会来找你。你把客户放在第一位，客户就会用脚投票。你把员工放在心上，员工就会把公司扛在肩上。做事的核心从来不是怎么赚钱，而是为谁创造价值。记住这句话：小成靠智，大成靠德。你赚的每一分钱都是认知的变现，你守住的每一分钱都是人品的变现。写到这里，我想起一本书《了凡四训》，书里有一句话：一切福田不离方寸，从心而觅，感无不通。人生所有的福报都离不开这颗方寸之心。心对了，万事皆顺；心歪了，处处碰壁。稻盛和夫晚年的书名字就叫《心》。在书里，他反复强调一个观点：人生的好坏完全取决于这颗心。他把人生比作一方田地，我们这颗心就是田里的土。你种下急躁，田里就长满荒草；你种下贪婪，田里就爬满害虫；你种下利他，田里才会结出沉甸甸的稻穗。心田不荒，人生才不会荒。这个比喻真好。人这一辈子说到底就是在耕耘自己的1亩3分地。有人勤快，有人懒惰，有人种花，有人种草，而收获全看你种了什么。文章的最后，我们再回到开头那条公式：人生工作的结果等于思维方式乘以热情乘以能力。热情和能力最高100分，最低0分，而思维方式可以从负100分到正100分。多数人输在哪里？不是输在热情不够，也不是输在能力不足，而是思维方式那一栏不知不觉
写成了复数。如果你觉得眼前的生活像一团乱麻，请先别急着跳槽，别急着抱怨，别急着找捷径，停下来，给脑子里的公式做一次体检，看看思维方式是不是复数，看看方向是不是偏了，看看心态是不是急了。然后试着做4件事，把抱怨换成行动，把急功近利换成长期主义，把无效重复换成有效精进，把自私短视换成利他之心。稻盛和夫78岁还能拯救日航，你的人生才刚刚过中场。种一棵树最好的时间是10年前，其次就是现在。愿我们从今天起一起换一种活法，愿我们在人生的下半场都能跑出老鼠赛跑的滚轮，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。如果你也认同这篇文章，就点个赞，或者推荐给身边正在为钱发愁的朋友。愿你我在未来的日子里都能把日子越过越宽，把心越修越明，与大家共勉。